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9号宣称，将从当天起完全切断与韩国连接的铁路与公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晚些时候回应称，此次朝方宣称的切断与封锁等措施，只会招致更加严酷的孤立。据央视新闻报道，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声明指，由于与朝鲜方南部国境交界的韩国地区无时无刻的同时多发性的进行侵略战争演习，其力度已完全升级，加之一批批美国核战略资产随时出没，对方不断宣称要对朝鲜政权终结，朝鲜半岛的尖锐军事形势要求朝军方坚决采取更强硬的反制措施，以切实维护国家安全。针对朝鲜南部国境一带的严重事态，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宣布，将采取实质性军事措施，彻底分离朝鲜的主权行使领域与韩国的领土。朝方将从9号起完全切断与韩国连接的朝方地区公路和铁路，进行防御设施要塞化加固工程。整体上看，朝鲜今天这样一个宣布呢，应该是重磅宣布，因为我们知道尹锡悦政府上台以来，特别是近期，美韩呢加大了对朝鲜的军事施压，尤其是进入10月份以来，我们看到美国，最先进的核潜艇，到韩国访问，B-1B 轰炸机呢也是飞临这个朝鲜半岛，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为了应对这样一个威胁呢，朝鲜呢将采取，新的这种模式。声明还提及，朝军方永久切断并封锁与韩国交界的南部国境，是遏制战争、维护国家安全的自卫措施。同时，为避免误解，防止擦枪走火，朝方已于当地时间9号9时45分电话通知美军方。所以，从朝鲜的角度呢，实际上他也是借此表明，你韩国呢就是美国的傀儡，你做不了主，因为我们都很清楚，从朝方的角度，他核心的这个关切也只有美国才能满足他。如果说有机会，他还是愿意和美国进行对话，解决相关的问题。9号下午，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回应称，此次朝方宣布的切断与封锁等措施，只会招致更加严酷的孤立。韩军方警告，不会坐视朝鲜单方面改变韩朝现状的任何行为，由此而引发的所有事态责任均在朝鲜一边。韩方还指出，如果朝鲜发动挑衅，韩国军方将采取压倒性举措，对挑衅以及支援和指挥力量进行打击。针对目前的朝韩局势，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回应表示，中方关注半岛局势的发展演变和朝韩关系的相关动向。中方认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这需要各方共同为此做出努力。有观察指，近年来朝韩关系持续紧张，美韩密集军演更导致半岛局势持续升级。韩国总统尹锡悦在1号的国军日讲话中威胁说，如果金正恩使用核武器，他将面临政权的终结。尹锡悦还特别提到数万名美军驻扎在韩国。북한이 핵무기 사용을 기도한다면 우리 군과 한미 동맹의 결연하고 압도적인 대응에 직면하게 될 것입니다. 그날이 바로 북한 정권 종말의 날이 될 것입니다. 次日，金正恩就回应强调，如果敌人使用武力攻击朝鲜，平壤将毫不犹豫地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攻击力量。他还将尹锡悦称为傀儡和脑袋有问题的人。 윤 괴뢰가 핵을 보유하고 있는 국가의 문전에서 군사력의 압도적 대응을 입에 올렸는데 뭔가 온전치 못한 사람이 아닌가 하는 의혹을 사지 않을 수 없게 한 가관이었다고 말씀하셨습니다. 그러한 상황이 온다면 서울과 대한민국의 영존은 불가능할 것이라고 말씀하셨습니다. 8号，朝鲜国防科学院还进行了第2经济委员会所属多家军工企业生产的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验收试验。朝方称，此次验收再次确认可控火箭炮弹对67公里最大射程目标的命中精确度。
韩联社报道指出，240毫米可控型火箭弹由原先的240毫米火箭弹改良而成，配备制导功能。240毫米火箭炮属于远程炮，射程可覆盖韩国前沿部队和首都圈。中国人民银行9号宣布，为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该部门已与财政部就央行国债买卖建立联合工作组，并于近日召开工作组首次正式会议。连日来，中国政府打出增量政策组合拳，涵盖面广、针对性强，有力提振了国内市场信心。针对中国近来连续释放的重磅经济政策，传递出努力提振资本市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等关键信号，国际金融机构和相关舆论也给予了高度关注。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9号发布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已就央行国债买卖建立联合工作组，并于近日召开工作组首次正式会议，确立了工作组运行机制。会议认为，央行国债买卖是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加强流动性管理的重要手段。下一步，两部门将继续加强政策协同，不断优化相关制度安排，为央行国债买卖操作提供适宜的市场环境。记者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8月首次发布国债买卖业务公告，当月净买入债券面值为1000亿元，9月净买入债券面值为2000亿元。此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9月24号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已将国债买卖纳入到货币政策工具箱，正在会同财政部共同研究优化国债发行节奏、期限结构、托管制度等。会上还宣布了降准、降息、降低存量房贷利率等多项政策，并表示将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人民币，创设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来支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外界注意到，9月底以来，中国政府打出刺激经济的增量政策组合拳，涵盖面广、针对性强，有力提振了国内市场信心。9月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要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进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9月29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则强调，要加快出台实施的节奏，条件相对成熟的政策要马上推出，成熟一批推出一批。10月8号上午，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表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在有效落实存量政策的同时，围绕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大助企帮扶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提振资本市场等5个方面，将加力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根据预告，国新办还将在12号上午举办发布会，届时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将介绍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一系列会议召开，一项项利好政策的推出，使得市场预期明显改善。中国发展改革报社副社长杨宇向深圳卫视表示，9月26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起到了稳预期、强信心的核心作用。相关部门也正在加快推出各类增量具体政策措施，并做好发布和解释工作。一揽子增量政策涉及多个部门的分工协作，后续很重要的一点是形成工作合力，把组合拳的组合功能发挥好。这能看出是一个连贯性的、连续的动作。它带有组合拳的性质，这种组合拳呢，既是一种时序上的组合拳，是吧，一个接着一个的这种连续的动作，它也是一个不同领域之间的一种组合拳。就刚咱们提到的，它涉及很多领域的一揽子的这种政策。另外呢，还体现了政策之间在时机上、节奏上、力度上这种相互的配合，这就是组合拳的含义。杨宇认为，眼下中国经济已进入第4季度，留给完成今年经济目标任务的时间只有不到3个月。尽管仍面临新的下行压力和困难，但随着相关政策部署落地，特别是一揽子增量政策的效应逐步显现，中国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定能够进一步夯实。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实现年初设定的今年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任务。中国经济的眼前遇到的新的情况问题很多，困难啊，我想不会一下子就消失的，所以中央强调要正视困难，要
增强我们大家的信心。就最后的这个季度，它在整个这全年的经济这个增长当中啊，这个占比其实是比较大的。所以未来这2个多月，大家还得卯足劲儿、加把劲儿的干，把这些政策好好的落实下去，包括企业的这种主动的创造性发挥出来。我觉得今年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啊，应该还是有信心。针对中国政府近来连续释放的重磅经济政策，传递出努力提振资本市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等关键信号，国际头部金融机构和相关舆论也给予了高度关注。Markets are clearly very optimistic after the PBOC's big policy moves in September. And I think after the Golden Week holiday, expectations were sky high coming into today's NDRC meeting. So leading up to the meeting, there was a lot of discussion in the market about potentially seeing a fiscal policy support package roll out. So the NDRC still covered themes along in a positive direction. You know, they indicated in strengthening countercyclical measures to support growth, supporting domestic demand,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promoting property sector stabilization, as well as a capital market stabilization. So while these are all measures in a positive direction, I think many investors are hoping for more detail on the total scale of stimulus support. I think that the engine has been jump-started again, and I think the numbers coming out of, for instance, Golden Week, where people went in with a little bit more of that confidence, while I would still say it will take time for these actual changes to ripple through and for us to see them on the consumption numbers.